我18岁生日那天，家里给我准备了2根签，一根是市中心的精装现房，外煞一份工作上的铁饭碗，另一根是净身出户，从此与家庭财富再无瓜葛。默默，我和你爸不重男轻女，一切全凭天意，抽到哪个，未来就走哪条路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带着上一世的记忆重生了。更可笑的是，上一世临终前我才得知，那2根签上的字一模一样。我爸夏建国清了清嗓子，用他惯常的语调开口：默默，成年了，是大姑娘了。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你当小孩子养。你和弟弟夏阳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总要学会独立。今天我们就用最公平的方式决定你们未来的起点。是啊，默默，我们为你准备了2条路，一条是在市中心给你备下一套120平的房子，再托关系给你找个好工作，一辈子安安稳稳；另一条就是彻底独立，家里不再提供任何经济支持，你自己出去闯，是好是坏全靠自己。我和你爸不偏心，你们姐弟俩谁抽到就是谁的命。我的目光越过他们热切的笑容，落在比我小2岁的弟弟夏阳身上。他低着头没有看我，但睫毛轻轻颤了一下，像是按捺着什么。那细微的动作像一根细针，从我瞳孔里轻轻扎进去。我垂下眼帘，将涌上来的复杂情绪压了下去。同样的场景，同样的说辞，甚至连他们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表情，都和上一世我经历的画面分不一差。前世的我，就是被这场精心设计的公平抽签推上了另一条轨道。我满心感激父母的一视同仁，满怀对未来的忐忑，伸手抽中了那根净身出户的签。我信了所谓的公平，信了自己只是运气不好。于是我拿着单薄的行李，真的离开了家。我住过最便宜的地下室，一天打3份工，累到胃出血也不敢休息。而我的弟弟夏阳则住进了市中心的新房，开上了我爸给他买的温馨新车，拥有了人人羡慕的人生。起初我以为那只是弟弟运气好，直到被查出恶性肿瘤，躺在病床上感受生命一点点流逝时，才得知全部真相。我妈来看我，她大概是觉得我时日无多，终于卸下了伪装。默默啊，你也别怪我们，夏阳是男孩，是咱们家的根，他的路必须铺好。她握着我的手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轻松。当初那2根签其实内容都一样，让你抽只是想让你自己认命，省得以后说我们偏心，落个坏名声。原来从来就没有所谓的选择。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源于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，剧烈的震撼与不甘，让我重新站在了18岁的这个路口。这一次我不会再做那个任人宰割的傻瓜。爸妈，我是姐姐，理应让着弟弟，让夏阳先抽吧，他抽到什么，剩下的那个就是我的。我的话让夏建国和王秀玲同时愣了一下，他们从没想过我会主动放弃优先选择权。默默真懂事，知道心疼弟弟了。有姐姐的样子。他们的夸赞甜腻又沉重。姐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夏阳的推辞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哎呀，你姐姐让你先抽，你就抽嘛，你姐疼你，你怎么还扭扭捏捏的，像个小姑娘？夏沫，你看你，把弟弟都搞得不好意思了。
成长。我看着那份协议，捏着笔的手指微微发颤。在他们或期待或催促的目光中，我慢慢写下自己的名字。协议签下的第2天，这个家的气氛就明显起了变化。我像一个即将搬走的借住者，不过1周时间，夏阳就拥有了前世的我奋斗一生都未能企及的一切。我家默默这孩子从小就要强，非说要证明自己，放着好好的房子和工作不要，自己抽签选了净身出户，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住。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教育好，女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觉得我们这些老的思想观念落后，非要出去闯荡。我们给她铺好的路她不走，偏要自己去撞南墙，拦不住啊，只能由她去了。你这女儿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多好的条件啊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夏沫就是被你们惯坏了，太自私了，一点不考虑父母的感受。等她出去吃点苦头就知道了，到时候哭着回来求你们，可别心软。我成了所有人口中那个叛逆任性的例子。他们不知道，我隐忍的平静之下，藏着一张足以掀翻整个牌桌的底牌。默默，以后常回来看看，妈给你留了把钥匙，想家了随时回来。那钥匙根本没开过这扇门的锁。妈，弟弟明天要入职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转身的瞬间，身后那扇铁门砰地关上，像极了某个时代彻底落幕的巨响。前世临终前，我妈握着我的手吐露真相时，我曾问过一句：为什么选我？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你没发现吗？那2根签上的字一模一样啊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把我最后的幻想割得粉碎。而今这把刀在我手里。我靠在冰冷的地铁车厢角落，翻开手机相册里那张协议照片，落款处我的签名歪歪扭扭，但旁边父母的签名却工整的刺眼。2个名字并肩而立，像2座山压了我2世。名字签得再好看有什么用？协议里第3款第7条规定，甲方夏沫自愿放弃家庭经济处罚后，乙方父母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甲方独立生活。干涉不得，那反过来，他们也别想拦着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地铁到站，我收起手机，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夜色里。老旧的出租屋在基宏区一个拆迁边缘的小区里，月租800，没有电梯。前世的我在被赶出家门，半年后走投无路时，是他租给我这间屋子。小姑娘，这么晚还搬家？工作离这边近。我没说真话，但陈奶奶也没多问。她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洞察力。夏阳此刻大概正在那套新房子里忙活着，我爸大概又拿出了珍藏的白酒，我妈则会做一桌好菜。我收回目光，开始整理这个月的计划。第一件事，找律师。前世在医院工作的那位护工小周曾跟我说过，他妹妹在法律援助中心上班，专打家庭财产纠纷官司。我当时只剩不到3个月的命，没心思管这些，但那份联系方式我刻在脑子里，记了2辈子。第2天一早，我循着记忆找到了那家位于老城区的法律援助中心。你好，我想咨询财产纠纷的事儿。小周接过来扫了2眼，表情慢慢凝重起来。你这个是家里让你签的？抽签决定的，我抽到了净身出户。抽签？这种涉及重大财产分配的约定，如果没有明确告知双方权利义务，并且在胁迫或欺诈情况下签署，是可以主张无效的。你当时有没有录音录像？没有。里间的门推开，走出一个25、6岁的年轻女人。她接过协议翻了翻，这个家庭经济帮扶的定义太模糊了。你家里名下有什么财产？房产、存款、公司股份？我爸名下有2套老房子，一套是爷爷奶奶留下的，另一套是前几年买的，还有一家5金店，规模不大，但地段好，每年租金不少。另外，我妈那边，我妈有个表哥在区里的规划部门上班，他们这周刚通过关系，给弟弟安排了一个国企的职位。你弟弟？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，小周的姐姐重新审视了我一眼，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。我叫周明威，你叫我周律师就行。你这个案子我接了，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要翻盘，你手里这点东西不够用。我知道。我笑了笑，从书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递过去。
所以，我准备了别的。周明威接过那份文件，翻开第1页的时候，瞳孔微微一缩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上一份工作留下的资料。我高中暑假在那家五金店帮过忙，无意间翻到的。当时没在意，后来才明白这东西的重要性。实际上，这是前世夏阳在一次家庭聚会中说漏嘴的。那时候我已经病入膏肓，但这句话我记到了现在。我爸一直瞒着全家人五金店要拆迁的事，包括我妈和我弟。他大概是想独吞那笔钱，然后慢慢转移到自己名下。但不好意思，这张底牌我拿走了。周明威盯着那张复印件看了很久，最后深吸一口气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告他们欺诈。抽签流程不透明，协议签署时没有第三方见证，更没有明确告知我涉及的具体财产内容。最重要的是，那2根签上的字一模一样。你怎么确定？我没确定，所以我要请周律师帮我做个公证。我申请对签档里的另1根签进行私塔鉴定，如果那根签上的字和净师出户一模一样，这协议就是在欺诈前提下签署的。欺诈签署的协议无效。办公室里又安静了，小周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。姐，这个案子接了。周明威干脆利落地把协议和意向书复印件一并收进文件袋。不过夏沫，我得提醒你，如果你告赢了，你在这个家可能就彻底没位置了。周律师，那个家早就没我的位置了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像一枚沉在水底的暗钉，安静地等待时机。白天我在一家连锁便利店做收银员，晚上回到出租屋，我就翻开从旧书摊淘来的法律教材自学。周明威给了我一份书单，说打这种官司不能全靠律师，当事人自己懂法才不会被坑。我学得很快，大概是因为心里憋着一口气。夏阳生日那天，我买了条围巾送回去。临走时，夏阳叫住了我：“姐，你在外面还好吧？”“还行。”“要是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就回来呗。反正那房子大，空一间给你住也没事儿。”“不用了，你那房子我自己也能挣。”“妈，我姐回来了，刚走。对，就坐了一会儿。放心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”“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”进入第3个月的时候，市里的规划公示出来了，季红老工业区的拆迁补偿方案正式落地。消息传出来的当天下午，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他的声音急匆匆的，连开场白都省了。“默默，你知不知道武功店那边要拆迁了？”“知道啊，公示都贴出来了。爸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3年前规划部门就出过意向书。”“你怎么知道3年前的事儿？”“我在店里帮忙的时候看到的呀。”“爸，你不会忘了吧？高1暑假我天天去店里给你送午饭，你办公室抽屉没锁，我顺手翻了翻。”“默默，那个意向书你不能往外说，知道吗？那是内部资料，传出去要出事儿的。”“哦，我不说，我又不懂这些，看到就看到了呗。”“不急，让他先慌一阵，真正的好戏等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再开场。”12月中旬，周明威通知我去拿鉴定报告，结果没让我失望，签上的字确实一模一样，而且我还让鉴定人员拍到了签筒底部的照片，里面有2道刻痕，应该是固定放置位置用的，说明这个签筒是被设计好的，2根签放在固定槽里，不管怎么摇，抽出来的永远是你父母想让对方抽到的那根。所以就算我那天选了让夏阳先抽，结果也一样。对，2根签内容相同，夏阳不管抽哪根都会拿到市中心现房加铁饭碗，你只能拿到剩下的那根，也就是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净身出户。诉讼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
起诉理由是欺诈导致的意思表示不真实，请求法院确认协议无效，并申请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。你爸五金店的拆迁补偿，那2套老房子存款，你都有权主张1/3的份额。1/3？法律上，父母对子女的财产赠与在生前可以自由调配，但你签的是一份放弃帮扶协议，不是放弃继承权协议。这块灰色地带正是我们可以切入的点。况且，你爸名下那2套房有1套是你爷爷奶奶留下的，作为直系后代，你本身就有法定继承权。当然，诉讼过程不会太轻松。你准备好面对你父母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起诉状送达那天是腊月23小年，我妈的电话在傍晚6点准时打进来，比我想象的还快。夏沫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告你爸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我签的那份协议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做出的，不具有法律效力。什么欺诈？哪来的欺诈？抽签是你自己抽的，签是你自己签的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当时你怎么不说？现在翻旧账是什么意思？那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签筒里2根签上的字一模一样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。笔迹鉴定结论，编号 A 签与编号 B 签内页书写内容及墨迹成分一致。妈，需要我把完整报告发给你看看吗？默默，你听妈说，那个签肯定是搞错了，妈当时也不知道。妈，你还记得你在医院跟我说的话吗？什么医院？你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我过2天回家一趟，当面聊吧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。窗外飘着雪，远处有人家在放烟花。还有15天过年，这一次我要回家过年了。腊月26，我敲开了那扇熟悉的铁门，开门的是夏阳，他脸色很难看。你来干嘛？回家过年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把爸妈告了，你知道外面亲戚怎么说吗？大家都在看我们家笑话。那正好，让亲戚们也看看，爸妈是怎么用2根一模一样的签把女儿推出家门的。让他进来。夏建国抬了抬下巴，声音沙哑。坐。默默，那个鉴定报告妈看了，是妈疏忽了，当时随便买的2根签，没想到内容竟然一样，妈真不是故意的。是吗？那妈为什么要在我签完协议第2天就把门锁换了？还有，爸，五金店要拆迁的事儿，你怎么没跟家里人说？要是说了，拆迁补偿款就可以作为家庭共同财产分割了，对我和弟弟都公平。你藏着掖着，是想干什么呢？那是爸还没来得及说。 3年前就拿到意向书了，到现在还没来得及。客厅里的空气凝固了，夏阳终于忍不住插嘴：“夏沫，你够了！你就是为了钱是吧？看你弟过得好，你眼红了。当初签是你自己签的，现在反悔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要不要脸？夏阳，那2根签上写着一样的字，你抽到好签是因为你运气好吗？不是，是因为那2根签都是好签。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你抽到坏签，从一开始净身出户就是给我准备的，住着那套房子，干着那份工作，然后跟我说你眼红。行了，夏洛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告你老子，让全家都跟着丢人！你要多少钱？你说，爸给你就是了。我不要钱，我要法院判这份协议无效，然后属于我的那份，我1分都不会少要。夏建国举起手，巴掌悬在半空，却迟迟没落下来。我仰起头看着他，像前世无数次那样。爸，你打完了我拍照留证据，到时候法庭上更有利。他的手僵在半空，最终颓然落下。默默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，你就看在妈生你养你18年的份上，撤诉行不行？你说什么条件妈都答应你。那双手曾经温柔地给我扎过辫子。妈，你说那2根签上的字一样，是为了让我认命，省得以后说你们偏心。这话我没记错吧？我轻轻抽回手。
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既然知道，那就承担后果。走出家门的时候，身后传来王秀莲的哭声和夏建国摔碎茶杯的巨响。我没回头。大雪落满了整个楼道，我一步步走下去，每一步都踩在前世那个自己走过的路上。法院的庭前调解通知寄到了家里和我的出租屋。夏沫，调解庭上他们会打感情牌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周明威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。说我准备好了，但真正坐到调解室里那天，我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他们。你说这都是一家人，闹到法院来多不好。调解员同志，你不知道啊，我这女儿从小就任性，我跟她爸管不了她。当初说好了抽签定前途，她自己抽了独立那条路，我们尊重她的选择。谁知道她突然又反悔，还说我跟她爸做手脚。夏阳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夏沫，你就是眼红我。你看我在市里有了房，有了工作，你在外面租地下室吃苦，你心里不平衡了。哎，小伙子别激动，坐下坐下。他们总能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把所有的错推到我身上，哪怕真相摆在眼前。调解员同志，这是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笔迹鉴定报告，证明签筒里2根签的书写内容完全一致。这张照片是签筒底部的固定槽刻痕，证明2根签被放在了固定位置，确保我父母想抽出的那根好签永远落在我弟弟手里。至于这段录音，那2根签上的字一模一样，让你抽只是想让你自己认命。这个录音是我妈在我病床前说的。调解员同志，我父母在抽签前没有告知我签文内容一致，在让我签署放弃帮扶协议时没有明示涉及的具体家庭财产情况，更隐瞒了我父亲名下5金即将拆迁并获得高额补偿款的事实，这些构成民法上的欺诈，我有权请求法院确认协议无效。夏阳终于闭了嘴，夏建国低着头看不清表情，只有王秀莲还在抽泣，但那哭声明显比刚才虚了很多。这个案子，我建议还是调解吧。诉讼对谁都不好，一家人闹上法庭，传出去邻里街坊怎么看？我同意调解，但我有条件。第一，确认那份自愿放弃家庭经济剥除协议自始无效。第二，家庭现有全部财产，包括夏建国名下2套房产、5金店拆迁补偿款及预期收益，总可有将平分，父母各保留1/3份额。第三，王秀莲在公开场合，包括但不限于家庭聚会及邻里社交中为我澄清事实。平分？那夏阳的房，夏阳住的那套房子是用家庭共有资金买的，属于家庭财产的一部分，要么折价给我1半，要么卖了平分，选哪个？你们自己决定。凭什么？那房子是我的，爸妈给我买的。凭那钱是爸妈挣的。夏阳，你不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吗？手心有了肉，手背不该饿吧？夏沫，你这是要逼死你爸呀！我站起身，我没逼您，是您当初用那2根签给我选的路，我现在只是重新选一次。走出调解室的时候，外面飘起了小雪。周明威跟在我身后。你刚才突然同意调解，我还以为你要让步。不会让步，但给他们一个台阶下，比把他们逼上绝楼要好。真闹到庭审公开，我爸5金店拆迁的事传出去，他那边的关系网都得断。他比我更怕打官司。你变了挺多的，是吧？前世那个唯唯诺诺的夏沫，早就在医院那张病床上死透了。腊月30那天，我妈给我打了电话，铃声响起的时候，我正在陈奶奶家包饺子，接起来，王秀莲的声音又哑又涩。默默，明天除夕回来吃饭吧。妈，我答应了房东奶奶陪她过年。那后天呢？后天你爸生日，你能回来吗？再说吧。挂了电话。闺女，家里人闹别扭了。陈奶奶在旁边递了张纸巾过来。有点矛盾。一家人嘛，再大的矛盾，吃顿饺子也就过去了。过不去的话，就吃2顿。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我跟陈奶奶坐在老旧的小电视机前看春晚，窗外爆竹声此起彼伏，远处的烟花把半边天映成了橘红色。
手机震动了好几次。姐，回。夏建国破天荒地发了条语音，点开是他喝醉了的含糊声音。默默，爸对不住你，回来吧。我关掉语音，把手机扣在桌上。陈奶奶从厨房端出一盘热腾腾的饺子，笑眯眯地放在我面前。吃吧，猪肉白菜的，你上次说爱吃这个馅儿。我看着那盘饺子，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。前世我病重的时候，也想吃一口猪肉白菜饺子，可我连起身去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谢谢奶奶。我夹起一个，咬了一口，烫得直呼气。慢点，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这一次是周明威发来的信息。夏末夏建国那边刚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同意你的调解条件。我拿到了应得的那部分，2套房其中1套的折价款，5金店拆迁补偿款的1/3。钱到账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给自己买套房，不用太大，够住就行。然后呢？然后好好活着吧。那行，有事再找我。挂了电话，我把手机里那个家庭群点了删除并退出。正月初5，夏阳来了一趟出租屋，他比2个多月前瘦了不少。姐，进来吧。我给他倒了杯水。那房子，爸妈说下个月就挂出去卖，卖了的钱分你一半。我知道。我没地方去了，表哥我开那边说，然后关系出了点问题，让我先等等。我坐在他对面，平静地问：所以呢？所以，姐，你能不能跟爸妈说一声，别卖那房子了？我还没住够1个月。那是你的事儿。协议上写得很清楚，房子卖不卖，什么时候卖，由爸妈决定。我看着他哭，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不是不难受了，姐，而是那些情绪已经被时间磨成了另一种东西，平静。夏阳，你哭完就回去吧，以后逢年过节该走动就走动，我不会拦着。但你要记住一件事，那2根签，这辈子我不会再抽第2次，你也别指望我还会把抽到的东西让给你。夏阳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，发了很久的呆。那时候的夏阳还小，会把最后1颗糖留给我吃。是什么时候变的呢？大概是爸妈第一次把男孩是家里的根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吧。3月1号，我搬进了松云区一套60平的小公寓，首付用的是那笔钱的一部分，剩下的存进了定期。陈奶奶隔3差5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去吃饺子。周明威偶尔约我喝咖啡，聊些法律案子以外的话题。小周倒是来得最勤，他辞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，自己开了间小工作室，非要拉我当合伙人。我这才上了1个学期，你就让我当合伙人？我姐说你天赋好，我也觉得，来嘛来嘛。便利店的夜班同事赵姐特意在交接班时塞给我一个保温杯，拿着，以后跑案子用得着，天冷的时候喝口热的。她摆摆手就走了。夏建国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默默，钱到账了，你那份已经打过去了。收到了。4月初，我去了一趟医院，不是看病，是去找那位曾经照顾过我的护工。小刘姐，你是病人家属？我笑了笑，我不是，我来谢谢你。谢我？咱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但以后就认识了。我叫夏末，以后可能常来，请你多关照。小刘愣愣地看着我。行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转身走出医院大门，4月的风吹过来，带着玉兰花的香气。前世我走的时候，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好。
夏沫，你快来工作室，我接了个大案子，缺个帮手。马上到。姐，都拆完了。我没回，把手机揣回兜里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春天，那个曾经让我深陷其中的家，像季红区那些老房子一样，终于塌了。我到的时候，他正对着电脑噼里啪啦敲键盘，见我进来就招手：“快来快来，你看看这个案子。”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屏幕，是一起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法律援助申请。委托人是个单亲妈妈，被前夫骚扰了2年，最近前夫又上门闹事，把她刚租的房子砸了。我想帮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但流程不熟，你帮我看看材料。我拉过椅子坐下来，开始翻那些散落一桌的文件。阳光从窗户斜进来，落在纸张上。小周，谢谢你叫我过来。谢啥呀？你工资我可给不起太高，别嫌少就行。我笑了，继续低头看材料。窗外有鸽子扑棱棱飞过去，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。我正帮小周整理那起家暴案的材料，手机屏幕亮了。姐，我在你工作室楼下。上来吧，5楼左边第2间。10分钟后，夏阳推门进来。小周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识趣地抱起笔记本电脑。我去隔壁买杯咖啡，你们聊。工作室里就剩我们姐弟俩。夏阳没有坐，他站在窗边，背对着我，目光落在楼下街道上。工厂那边出事了。什么工厂？爸把5金店的补偿款拿去做投资了，跟人合伙开了个建材加工厂。合伙人卷款跑了，厂子欠了300多万的外债。前几天法院传票送过来，爸在家摔了一跤，现在住院呢。我靠在办公桌边。所以你是来替他要钱的？不是。他猛地抬头，又像被自己的反应吓到了一样缩回去。我是想说，爸妈那边的房子，银行说要查封拍卖抵债了，我没地方住。姐，我能不能在你这边住几天？城市的灯火从楼下街道一盏盏亮起来。不能。你回爸妈那边住，房子被查封之前那还是他们的家。你搬回去，照顾爸出院，帮妈处理那些债务官司。你要是住我这儿，他们怎么办？可我什么都不懂。不懂就学。我上的夜校用的教材，你先拿去看。明天我帮你联系一个做破产清算的律师，费用我来出，但住处你得回那个家。姐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眶。怪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忙着过自己的日子，你也该学着过自己的了。那天晚上夏阳走后，小周捧着咖啡回来。你弟，跟你有仇的那个啊？以前有点，现在没了。夏沫，说真的，你每次提起你家里人的时候，那表情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我看不太懂。我以前挺在意的，后来我发现自己花了太多时间去纠结那些，反而没什么力气去活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个活法。那要是你弟再来找你呢？比如他日子过不下去了，真的1分钱都没了，我会给他介绍工作，教他该学的东西，但不会再给他钱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他已经成年了，他得自己学着站起来。第二，我给得了1次，他就觉得会有第2次，然后第3次、第4次，直到我变成他们的提款机。也是，我姐当初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也说过差不多的话。你姐？周明薇啊，你不知道？她比我大7岁，
跟家里闹翻那会儿才19，我爸妈重男轻女，为了给我弟凑彩礼，想把她嫁给他不喜欢的男人。她扛着行李箱跑出来的时候，鞋都没穿好，脚地板磨得全是血。她后来考了律师证，自己闯出来了。我爸妈偶尔打电话来要钱，她就给个固定数，多1分没有。我弟结婚的时候，他想拿2万随礼，后来听说那彩礼钱里有一半是他当年差点被卖掉的聘金，就改成随了1000。他现在跟家里关系怎么样？逢年过节回去吃顿饭，坐1个钟头就走。他说这样刚好，近了嫌挤，远了嫌疏，一碗汤的距离最舒服。我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，觉得精准的厉害。5月头上，夏阳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妈天天在家哭，说家里的房子要没了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姐帮我们找了律师，让照流程走就行，该还的债还，该卖的房卖，人没事就好。说的挺好。姐，我这2天在看那本书，有个地方看不懂，能不能拍照发我，我晚上回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的晚霞。5月中旬，单亲妈妈那起家暴案开庭了。我和小周陪委托人出庭，当法官当庭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那一刻，那个快40岁的女人捂着脸蹲在法庭门口，哭了整整10分钟。小周蹲在他旁边拍他的背，我站在2步之外递纸巾。等他哭完了，抬起头来，眼睛肿得像核桃，却拼命挤出一个笑来。谢谢你们，真的，谢谢。那天晚上，小周拉着我去了楼下的大排档，点了2扎啤酒和一桌子烤串。夏沫，你知道吗？我干法律援助这行5年，每次看到保护令签下来，我还是会想哭。那你每回都哭，眼睛不要了？嗨，我这是感动的。你呢？你学法律到底图啥？别跟我说什么伸张正义，太假了。我想了想，把骨头吐出来。我就是不想再被人骗了。以前我什么都信，信爸妈公平，信抽签定命，信我运气不好。后来发现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所以我就想自己学会分辨什么是真的。小周愣了3秒，把整杯啤酒干了。行，冲你这句话，咱这工作室的招牌我改一下，认真的，专门帮人打那些被命运安排的官司，什么重男轻女了，什么包办婚姻了，什么强迫签协议了，统统归咱管。我看着他那副豪情万丈的架势，忽然忍不住笑了。要改招牌你自己改啊，我可不跟你一块丢人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晚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，裹着烤肉和孜然的香气。我靠在塑料椅背上，抬头看着头顶梧桐叶缝隙里露出来的碎碎星光。6月初，夏阳又来找了我一次，这回他没说要住，是来还那本书的。书页里夹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是他歪歪扭扭的字：姐，我跟爸商量了，把老房子挂出去卖了。妈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也松口了，剩下的债我们慢慢还，你别担心。你自己的事儿呢？我找了个快递站的活儿，跑单的那种，累是累了点儿，但干得多挣得多。挺好。他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。上回你生日我忘了，补的不多，你别嫌弃。我拆开看了一眼，里面包了600块钱，连号的新钞。行，我收了。夏阳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，转身走了2步，又回头。姐，
下回过年你回来吃饭吧。他转身走进6月明晃晃的太阳底下，瘦瘦的背影很快融进街道上的人群里。我关上门，把那600块钱压在了书桌的玻璃板底下。小周工作室的新招牌是7月初挂上去的，蓝底白字，上面一行小字：法律援助中心。周明威也来了，拎着2盒点心靠在门框上看了半天。你这招牌谁设计的？丑的别具一德。我设计的。姐，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儿？周明威拆了1盒蛋挞，递给我1块，自己拿了1块，慢悠悠咬了1口。实话不好听，但管用。我靠在窗台边啃蛋挞，看她姐妹俩斗嘴，窗外7月的蝉鸣震耳欲聋。周律师，我忽然开口：谢谢你当初接我的案子。谢我干嘛？你自己赢的。没有你，我连第1步都迈不出去。夏沫，你做得很对。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公平就是把话说清楚，把账算明白，别让谁欠着谁，也别让自己亏着谁。像你跟你家里那样。小周跟你说的？对，像我跟我家里那样，不远不近，不欠不亏。这世上绝大多数关系都该是这个距离。7月底的某个傍晚，我一个人骑着共享单车穿过半个城，回到那间刚租满4个月的小公寓楼下。电梯门关上的瞬间，手机响了。明天新案子来了，单亲妈妈她姐介绍的，又是一个被家里坑的姑娘。你早点来，咱商量商量。我回了个好。电梯到了5楼，我推开门，玄关的鞋柜上放着一盆新买的薄荷，叶子绿得发亮。我换了拖鞋走进客厅，阳台上的绿萝又抽了新藤，弯弯绕绕地垂下来，被晚风吹得微微晃动。窗外最后一缕夕光正在沉下去，天变成一种介于蓝和紫之间的颜色。到阳台上，把薄荷盆往太阳落山的方向移了移。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，前世的夏沫躺在病床上，窗外也是这样的傍晚，他盯着那片天空想了很久很久，想的最后一件事是，如果还能再活一次，我一定要自己选一回。客厅里手机又响了，可能是小周发来了新案子的材料，也可能是夏阳问我那本书某段话怎么理解，又或者是谁打错了号码。不管是谁，我转身走回屋里，厨房里还炖着排骨汤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我掀开锅盖，加了点盐，尝了一口，刚好的咸淡。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签，你抽到的每一根净身出户背后，都可能藏着别人替你选好的富贵荣华。那个替你选签的人，谁都不是，只有你自己。